美国要在台湾建造美式武器生产线，台湾的武力值要飙升了。最近，美国政府打算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增加美式武器的产能，加快台湾武器的交付速度。台湾的武器装备有可能可以自给自足。不过，这个合作计划才刚开始，怎么合作？生产什么武器？在台湾生产还是在美国生产？美国会不会向台湾转交技术之类的问题都没有确定。但可以预见的是，美台合作一定可以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不过这就有一个问题，美国为了避免泄露技术，在联合生产武器这方面一直卡得很死。这一次为什么放开了，要和台湾生产美式武器，最终又会在台湾生产哪些武器？考虑到联合生产武器可能会泄露美国机密武器，所以在联合制造这方面，历届美国政府都是表示拒绝。而这一次选择与台湾合作，很明显库存不够了。从美国给出的消息来看，合作的目的是加快美式武器的生产，而这又跟乌俄战争脱不开干系。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严重消耗了美国大部分的武器生产线，这导致美国库存见底，很难按期交付台湾订购的武器系统。美国进行多轮对台军售，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零部件、海马斯 AGM-84、鱼叉导弹岸防系统等，都会出现延迟交付。最近，美国签署一项新对台军售案，出售60枚鱼叉2型反舰导弹以及100枚 AIM-9X 响尾蛇战术空对空导弹。但是乌俄战争当下，优先供应的目标肯定是乌克兰，这就导致美对台军售陷入订单大量被积压的情况，总额达到140亿美元。其中 F-16战斗机和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零部件无法交付，毒刺防空导弹 MK48 重型鱼雷以及海马斯很难在短期内交付。美国对台军售要延期数年，如美军售台66架 F-16战斗机，预计在2026年交付。对台军售的 M109A6 自行榴弹炮交付日期延期到2026年。美国还叫停了台湾购买的 M109A6 自行榴弹炮，海马斯可能要等到2027年，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则要等到2028年。问题是，现在台湾提升自卫能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美台都预计在2027年，台湾就可能面临战事。美国是台湾最大，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武器供应国。如果美国2027年或者2028年才交付武器，黄花菜都凉了。于是美国就想出了一个折中策略，美台联合制造美制武器，比如把毒刺和海马斯的生产线转移到台湾，解决武器延迟交付的问题。其次就是把台湾打造成一个武器库。台湾是全球武器装备密度最高的地区，部署着爱国者导弹、天宫导弹基地，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坦克429辆、火炮462门、装甲车402辆，战术短程导弹每万平方公里也超过3000枚，可以说是一座现代化的火药库。但是这些不够，有一部分装备年龄已经大了，性能跟不上，如果遇到战事，可能2-3天就消耗完了，又没有什么库存，就只能等待救援或者失败。这不是没可能，现在乌俄战场武器消耗量非常大，像海马斯的弹药、便携式导弹，乌克兰一直表示不够用，以台湾现有的武器装备，可能战争爆发1天就消耗殆尽。虽然美国在关岛、冲绳基地都有储备武器，但都不能第一时间赶到，于是美国就打算在台湾储备军火，延长台湾的抵抗时间，等候美国救援。既然已经有了教训，那就不能跟乌克兰一样，战争已经开始了，军援才陆续抵达，所以干脆让台湾军工厂有能力自制生产和储备，尤其是那些对不对称战力很重要的4种武器：毒刺、MK48 鱼雷、高机动火箭炮、反舰导弹。至于要在台湾生产的武器，美国也没有给名单。不过就目前而言，只要是台湾对台出售的武器，都有可能成为联合制造武器的对象，比如鱼叉、海马斯、毒刺以及 MQ9 猎人杀手这类的不对称战争武器系统。其中可以直接肯定的就是便携式防空导弹以及海马斯的弹药。美国在台湾的战略主张就是使用小但非常有效的武器来对抗较大的敌方武力。比如乌克兰在抵御俄罗斯入侵的第一阶段中，通过使用肩扛式火箭来摧毁坦克，而不是大型武器。之前火力军讲过美国在乌俄战场试验的低成本高科技战争，台湾一样适用，这点在乌俄战场就已经得到了证实。标枪干掉 T90、毒刺拦截苏35，这都是实打实的案例。
而且毒刺所涵盖的技术以及生产线，美国与台湾都可以接受。想要美国分享 F-35是如何生产的，很明显不可能。美国不想给，台湾也造不起。而毒刺标枪不同，美国可以分享关键的技术，生产链对于台湾而言也可以接受。至于海马斯的弹药就更不用提了，美国只要提供技术，台湾当场就能造给你看。其次，无人机插大一体无人机作为一种低成本攻击手段，已逐渐改变战争形态。除了提供实时战场情报，还能承担一部分对地精确打击任务。自杀式无人机扮演类似巡航导弹的角色，最主要的是好用不贵，算是最适合台湾的不对称武器。而且乌俄战争让全世界看到无人机的重要性，台湾在这方面也下了功夫，把无人机作为继军机自造、潜艇自造后的又一个发展重点，用于提升防卫自主和不对称战力。比如今年揭牌的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比如中科院研发的剑翔腾云2，其中腾云2除了挂载地狱火导弹、通用炸弹外，还能挂载台湾地区自制的万箭反舰导弹等，必要时为台军提供反击火力，增加不对称作战能力。对弱势一方来说，非对称作战的基本思想是强调避开对手的优势力量，不与之直接正面交锋，针对对手的薄弱环节出奇制胜。无人机就是其中的王牌。无人机主要负责行动前期目标侦察，行动过程中直接参与打击和毁伤评估，可以说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无人机不够多，或者质量不够好，前期目标侦察就得靠人力情报、有人驾驶空中平台以及购买的商业遥感卫星的图像，危险程度、时效性以及准确性无法与加入了无人机的侦察体系相提并论。对于缺少侦察卫星以及有人驾驶侦察平台的台湾而言，无人机的作用就更大了。那些比较贵的侦察平台都是大国的专利。如果是捕食者无人机广泛装备之前的美军完成侦察打击行动，需要索眼、长驱棍球等侦察卫星、U2、RC-135 等侦察机进行情报支援及毁伤评估。在具体打击行动上，战斧巡航导弹、战略轰炸机、携带不同类型的精准制导弹药的战术飞机，在细致的策划方案指导下，各自完成打击任务。美军有这样的实力和能力，但如果要求台湾也依葫芦画瓢执行这样的行动，只能说臣妾做不到呀。在无人机对抗这面，火力军感觉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伊朗。无人机已经成为伊朗非对称作战的王牌武器。如果伊朗战时动用多架见证者隐身无人机，通过一些战术行动掩护其进行侦察，发现和跟踪美国航母战斗群还是有可能。结合察打一体无人机，配合反舰导弹的攻击型无人机、反辐射无人机、干扰无人机，再加上陆地发射的中程反舰弹道导弹、远程反舰巡航导弹和有人驾驶战机发射的反舰导弹，再让潜艇进行协同攻击或者牵制，如果策划和组织得当，还是能给航母带来不小的威胁。这种战术在台湾一样适用。如果美国比较大气，提供点无人机的技术，完全有可能。除了便携式导弹无人机之外，爱国者鱼叉的生产链也可能出现在台湾。仅凭台湾目前的防空导弹以及地对舰的导弹，在战时估计只能撑1-2天，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着实有点大。至于会不会在台湾建立鱼叉的生产线还不确定，但是爱国者已经有这个苗头了。目前台方主要部署爱国者，主要是爱国者3型导弹以及爱国者2型导弹系统的升级版本，能够拦截敌方射程6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台湾也向美国采购一批爱国者 3MSE 增程型导弹，相较于现在的普通爱3，射程更远，防卫性更高，增加导弹命中击毁的能力，成为填补战区高空防御导弹与爱3导弹系统之间的空隙。为了保证爱国者导弹的正常使用，美台双方议定，美国政府协调爱国者3导弹原厂，派出阵容庞大的技术代表团长期驻台。美国爱国者导弹原厂此前也曾派出过技术人员驻台，但是并不是长期驻扎。此次驻台的人数比以往明显增加了很多，二者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别。不过爱国者关键技术比较重要，最大的可能是台湾负责建造零件，然后在美国进行组装。至于战机之类的，火力军觉得应该是生产一些零件，美国是不会分享整体的组装和技术的，或者说战机不在美国的考虑范围，毕竟这些武器的库存还够。毕竟乌俄战争打到现在，F-16也没有出现在乌俄战场，
至于战舰就别想了，台湾的造舰实力跟台湾不在一个级别，属于典型的造不如买。如果要投入战舰的建造，资金肯定会出现空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合作虽然很诱人，但是它还处于初始阶段，计划刚刚开始，双方还没有决定合作生产哪些武器。台湾的建议是美国国防公司授权技术在台湾制造武器，或者使用台湾制造的零件在美国制造和组装，整个流程将长时间进行讨论和建立，因此大概率会持续到2023年。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能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比如技术转让，这个是对台湾最有利的。对于一种武器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材料、生产线，而是如何实现，也就是技术。如果美国选择了转移导弹、无人机之类的技术，台湾负责建造，那么台湾就可以在生产武器的同时发展自家的武器，比如说升级天宫、熊2、熊3。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技术在美国各大军火商里都是5星级的保密事项，而美国的军工厂属于是民间的，它的控制权不在国家手里。美国政府内部可能对发放联合生产许可证存在反弹。目前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转移生产链，具体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合资，比如雷神、洛克希德之类的公司来到台湾建厂，他们负责具体的机器技术，台湾负责盖厂之类的情况。这种就是加快台湾获得武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会优化台湾本土的军工厂。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一下总没有坏处。问题是美国的武器制造商必须要得到联合生产许可证之后，才能够对外提供相关技术。但美国政府肯定会担心关键技术存在泄露的风险，内部很可能会有人反对颁发这个联合生产许可证。军火商也可能反对生产线转移到台湾，使利润变薄，以及生产科技外泄等问题，估计过程会比较繁琐。按照路透社和日媒的说法，以及美台之前的关系来看，美台合作的概率很大，毕竟美台之前不是没合作过，比如 UH-1H 直升机、F-5E、F-5F 战机，台湾就生产过零件，所以这次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我们静静等待就好。台湾的2023年会成为一个大的转折点。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台会合作哪些武器？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